如果你知道占据宇宙95%的暗物质跟暗能量可能从头到尾根本就不存在呢？没错，这个宣告其实蛮震撼的。对，你现在先停下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那些让全天下顶尖科学家头痛了几十年的星系旋转异常啦，还有宇宙加速膨胀现象，其实根本不是因为宇宙中充满了我们看不见的幽灵粒子，也不是某种神秘的能量场，而是引力本身是活的。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今天要聊的内容绝对会彻底颠覆你对现实世界的底层几何认知。确实，这听起来极度违背直觉，但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带你深入探讨的核心。我们这次要解析的来源是一份在物理学界极具突破性的学术文献，也就是 Dr. Q 的最新研究——宇宙新几何统一的 PT 偶扭率暗区框架。这个标题听起来超硬核的耶。对，但别担心，我们今天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打破物理学界几百年来深植在人类脑海中的一个思想钢印，就是认为时空只是一个被动舞台。被动舞台。没错，我们要带你看懂时空究竟是如何觉醒，然后成为一个拥有自己脉搏，甚至主动参与宇宙大戏的绝对主角。哇，拥有自己脉搏的时空，那个要理解时空觉醒有多震撼，我们可能得先快速回顾一下这个被动舞台的设定到底是怎么把我们困住的。好的，我们都知道牛顿给了宇宙一个绝对死寂的基座嘛，空间就像是一个空货柜，时间就是一条均匀流逝的河流。后来爱因斯坦出现了，他提出了广义相对论，把时空变成了一张有弹性的弹簧床。是的，爱因斯坦的场方程式就像是一个宇宙级的天平，等号的左边是时空的几何弯曲程度，右边则是物质和能量的分布。也就是那句大家常听到的老话，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然后时空告诉物质如何运动。完全正确。可是问题来了，既然时空都有弹性了，还会弯曲，为什么我们还说它是被动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广义相对论底层的一个隐含假设。如果你去仔细拆解爱因斯坦的数学框架，你会发现他为这个弹性舞台加上了一道极度严格的枷锁。枷锁？对，在微分几何里面，这被称为列为奇维塔条件。当年爱因斯坦为了让方程式尽可能优美，而且易于计算，他假设时空本身没有任何内在的扭曲。这就等于强制规定衡量空间距离的度格与规范物体运动路线的联络，这两个东西必须死死地绑定在一起。度歌跟联络，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度歌就像是这张弹簧床网格的时距距离，而联络就是弹簧床凹陷之后物体滚动的那个引导路线。没错，爱因斯坦把这两者绑死，意思就是时空不管怎么弯曲，它其实都就是在中实地反应上面放了多少颗保龄球。这个画面感非常精确。讲白了，在爱因斯坦的剧本里，时空本身没有自由意志，没有物质，时空就毫无动静；有了物质，它也只能被动地给出对应的几何凹陷。懂了。这套模型在太阳系尺度下运作的完美无瑕，从水星近日点的进动到日食的时候星光偏折，全都被精准预测。但问题在于，当我们把尺度放大，当我们把这套被动舞台的逻辑推广到跨星系甚至整个宇宙的宏观尺度时，物理学家迎头撞上了两朵巨大的几何乌云。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暗能量和暗物质危机了。是的，我们都知道标准宇宙学模型现在面临的窘境，观测数据明确告诉我们，宇宙正在加速膨胀。但在一个被动舞台的逻辑里，这根本说不通嘛。完全说不通。这就像是舞台上明明没有演员去推，舞台本身却自动产生了一股巨大的排斥力，把所有星系越推越远。真的超诡异。所以为了让方程式的左右两边能重新平衡，物理学界只好在等号旁边硬塞进一个数学补丁，也就是所谓的宇宙学常数。对，这就是暗能量为由来。而另一朵乌云，也就是暗物质，其实也是处于同样的逻辑困境。星系旋转的问题。没错，当我们观测星系边缘的旋转速度时，发现它们转得实在太快了。如果只计算我们仪器能看见的恒星和气体，
这个盘性舞台凹陷的深度根本不足以拉住这些高速旋转的天体。它们理应被甩飞到宇宙深处才对。对呀，但它们却稳稳地留在了星系里。既然舞台是被动的，那唯一的解释就是舞台上一定站满了无数我们看不见的质量。正是如此，也就是阿木子来提供这份额外的引力凹陷。说实话，这几十年来，我们为了解决这个弹性舞台的问题，不断往里面添加看不见的幽灵演员，又或者贴上无法解释的数学补丁。这感觉蛮像中世纪的科学家的。怎么说？就是为了解释行星的逆行，在地心说的框架上不断叠加那个本轮一样，硬要把它圆回来。这个比喻很贴切。所以，与其这样无限打补丁， Dr. Q 的这份研究是不是在暗示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幽灵演员，而是我们对舞台本身的几何假设从一开始就错了？没错，这正是这份研究具颠覆性的切入点。Dr. Q 的团队不再试图寻找新的例子了，他们直接对爱因斯坦留下的那个列维奇维塔条件开刀。哇，直接挑战底层架构。在这份研究中，他们采用了一种称为帕拉蒂尼形式的底层几何视角。简单来说，他们做了一件极度大胆的事，他们把度规与联络彻底解绑了，把距离跟路线解绑。对，把它们视为时空中两个完全独立的变量。这听起来有点抽象。如果我用大家每天都在用的手机导航来想象呢？你说说看。如果度规是地图上 A 点到 B 点的实际物理距离，比如说直线距离5公里，那个联络难道是导航系统为你规划的实际行驶路线？顺着你这个思路往下走，非常有意思。在爱因斯坦的旧剧本里，距离完全决定了路线。物理距离最短的那条线就是物体唯一能走的轨迹，就像是一个没有任何路况、没有红绿灯的完美地图。直线距离就是你的导航路线。但现实生活中的导航从来不是这样的嘛。对啊，有时候直线距离很短，可是导航会叫你绕一大圈，因为中间可能有单行道，有塞车，或者有某种我们看不见的路况。没错，所以在这个解绑的帕拉蒂尼形式下，时空本身就像是拥有了自己的路况系统。天哪！这个比喻把极度复杂的张量微积分具象化了。当度规与联络解绑后，时空不再只是被动响应物质的容器，它获得了一个被隐藏了100年的几何自由度。也就是说，时空自己活过来了。我们在物理上称之为扭率 （torsion）。有了扭率，时空就不再只是单纯的弯曲或凹陷，它甚至可以在没有物质的地方自己打结或扭转。自己打结？对。时空的路线规划不再完全依赖上面压着多少恒星或星系，时空本身产生了主动参与物理作用的能力。这就是这套 PT2 框架，也就是 PT 对称4元素时空的核心基础。时空自己会打结，这真的蛮疯狂的。可是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时空可以有自己的扭曲跟抑制，那它会不会扭曲得太过头啊？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对啊，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框架，你总不能只是丢出一个时空会自己扭动的概念，然后就把所有无法解释的天文现象都推给它吧？这套理论有什么硬核的物理限制吗？这正是这份研究所展现的数学优美之处。PTQ 理论背后有着极度严谨的推导，它提出了3大特征来规范这个觉醒的时空。首先，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机制，叫做物理投影原则。物理投影原则，我们可以用一个更直观的词来称呼它，叫做 PT 滤镜。PT 滤镜，这听起来像是在处理某种讯号杂讯耶。本质上确实是在处理杂讯，但这是宇宙级别的现实杂讯。在 PTQ 的底层数学里，当我们允许时空拥有扭率，并且用4元素这种高维度的代数来描述它的时候，方程式里面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虚数。虚数就是数学里的那个 I。对，但在物理学中，虚数的能量或质量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它意味着系统的能量没有下限，会产生所谓的幽灵不稳定性。听起来很糟糕。如果宇宙真的是这样运作的话，我们的世界早就崩溃解体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实数的世界里呀，如果你告诉我这个水杯有-4i 的质量，这在现实中根本无法测量，也无法稳定存在。没错，所以这套理论引入了一个基于宇称对称性的数学投影算符，这就是那道 PT 滤镜。哦，所以它是一个过滤机制。它的作用机制非常像一个光学偏振片。这道滤镜会把所有底层几何中带有虚数，会导致不稳定的狂野几何杂讯全部滤除。哇！只有那些符合 PT 对称性、能够投射到实数轴上的几何结构，才会被允许通过，成为我们观测到的物理现实。也就是说，这道滤镜确保了我们看到的宇宙是正常的。对，尽管时空的底层代码可能是一团复杂混乱的4维复数几何，但投射到我们眼前的宇宙，永远是一个真实、稳定、不会宕机的物理世界。这等于是宇宙内建了一个防毒软体耶，把会导致系统崩溃的代码全挡在外面了。这个形容很好。好，那就算时空透过这道滤镜稳定下来了，但我还有一个最大的疑问。如果时空真的自带这种扭律，为什么几百年来，从牛顿的苹果到现在我们发射的火星探测器，我们在太阳系内测试引力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现过这种时空打结的现象？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提问。对啊，为什么广义相对论在我们身边依然无懈可击？这就带出了这套理论的第二个核心特征了：时空的几何旋钮，数学上被称为 Sporian。这是一个极度精妙的机制。很多人看到 Sporian 这个词，会误以为物理学家是不是又发明了一种新粒子？听起来的确很像粒子的名字。但在这套几何框架中 ，Sporian 绝对不是一种实体粒子。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写在时空几何账本上的一个强度标签或侯和常数。也就是说，这个旋钮决定了时空的扭律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精确地说，是决定了时空主动流动的幅度。我们用希腊字母 epsilon 来代表这个旋钮的刻度。在论文中，这个刻度的公式背后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比例关系。什么关系？它的分母是普朗克质量。普朗克质量？对，这可是量子力学和引力交汇的极端尺度诶，一个相对于微观粒子来说巨大无比的数值。没错。也就是说，因为这个旋钮的公式里除以了一个极度巨大的分母，所以只要在普通的能量或质量尺度下，算出来的 epsilon 值就会无限趋近于0。哇，就完全正确。这解释了物理学界长久以来的一个巨大矛盾。在我们地球、太阳系甚至单一恒星的相对微观尺度下，因为普朗克质量的压制，这个代表时空觉醒的旋钮几乎是被彻底关死的。哦，难怪我们根本感觉不到。这时候的时空就退化或了爱因斯坦那个乖巧被动的弹簧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太阳系内无论怎么测试，广义相对论都显得如此完美。可是，一旦我们把视角拉大，没错，放到跨越数万光年的星系自转，或者是跨越数十亿光年的宇宙膨胀网络时，这个旋钮的效果就不再是0了。是的，在这种宏大的尺度下，其他几何因子的累积打破了原本的压制，让 epsilon 旋钮被逐渐转开。时空本身的扭律开始产生巨大的推力与拉力。没错。天啊！而我们这几十年来，看着这些来自时空深处的巨大推拉力，见人傻傻的以为那是一种看不见的物质，或者是一种神秘的暗能量。这正是这套理论最震撼人心的解释力。它不需要在宇宙中凭空捏造新物质，它只需要承认引力是具有尺度依赖性的。尺度依赖性，时空在不同的尺度下会展现出不同的活跃程度。星系外围那层看不见的引力网，其实是时空本身的几何编织，而推动宇宙加速膨胀的推力，则是时空这个实体在自身张力下的动态延展。把暗物质和暗能量统一成时空本身的几何属性，这在哲学上真的是极度优美，但在科学上我们还是需要证据嘛？当然，
目前很多试图修改爱因斯坦引力的理论，最后都死在了一个非常严苛的天文观测上，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光速与引力波速的限制。Dr. Q 的这个 PTQ 框架过得了这关吗？它不仅过得了，而且是用一种近乎奇迹般的方式过关的。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第三个硬核特征——光速的守护者，或者论文中称之为 C3 系数锁定。C3 locking。对，我们都知道2017年那次震撼全球的 GW170817事件，人类第一次同时观测到双中子星合并产生的重力波，以及随之而来的伽马射线暴。我记得这个大事件，重力波和光穿越了1亿3000万光年的遥远距离，然后几乎在同一秒钟抵达地球的探测器。没错，这直接证明了重力波的传播速度精确的等于光速。是的。而这个观测结果立刻判了很多修改型引力理论死刑。为什么？因为当你让时空变得复杂，当你给它加上了各种额外的扭曲或标量场的时候，重力波在这种复杂时空中的传播速度通常会被拖慢，就像车子开进了泥泞的路一样。对，很多理论物理学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只好在他们的方程式里进行人工微调，硬生生地把参数调整到让重力波速等于光速。这种为了迎合答案而修改过程的做法，在科学上感觉非常不自然。是的，那 PTQ 框架是怎么处理的？既然它让时空拥有了扭率，时空变得像是有阻力的路况，那重力波难道不会减速吗？这就是这套理论最让我感到惊叹的地方了。在 PTQ 框架中，不需要任何人工的微调，不需要微调。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 PT 对称性吗？当这套系统维持底层的几何对称性时，这个数学结构会自动产生一个硬体级的保险栓。硬体级的保险栓，它会把方程式中影响张量围绕，也就是重力波传播的一个关键系数，也就是 C3 Curve 系数，完美的锁死在一个特定的值上。哇，这个锁死机制的直接物理后果就是确保了重力波的速度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精确的等于光速。也就是说，不是科学家为了符合观测数据去修改参数，而是这个宇宙的几何对称性本身就化身为一道不容置疑的物理法则。没错，它保护了信息传递的上限，这真的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数学美感呢。对啊，时空虽然觉醒了，有了自己的脉搏和扭曲，但它依然严格遵守着宇宙最底层的交通规则。确实如此。将时空从被动的背景中彻底解放出来，让它成为与物质平起平坐，甚至能够主导宇宙演化的实体，这是我们对宇宙现实本质认知的终极觉醒。真的， Dr. Q 的这本研究绝不只是一场精巧的数学游戏，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让我们把过去几十年来视为物理学危机的暗区现象，转换为理解时空几何深层结构的钥匙。听到这里，我想对正在收听这场深度解析的你做个总结。我们今天走过了一段非常不可思议的旅程。没错，从牛顿那块死记的绝对背景板，到爱因斯坦被列维奇维塔条件锁死，只能被动凹陷的弹簧床，再到今天 Dr. Q 透过帕拉蒂尼形式解开了度归与联络的枷锁，让时空长出了自己的扭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抬头看见的无言星空，那些填满星系之间浩瀚虚无的，不再是我们找不到的幽灵粒子。不是暗物质，也不是暗能量。那是时空本身在对我们喊话，它有张力，有结构，它本身就是这场宇宙大戏最活跃的主角。但如果我们顺着这套时空觉醒的逻辑推导到极致，其实会浮现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又极具哲学深度的反思。哦，怎么说？我们前面花了很多时间讨论那道至关重要的 PT 滤镜。为了维持我们眼前这个稳定、理所当然的实数世界，这道滤镜必须不断地把时空底层那些狂野的不稳定的虚数几何给过滤掉。等等，如果你这样说的话，这道 PT 滤镜就像是一扇把宇宙劈成两半的单向玻璃，在玻璃的这一面是我们熟悉的星系、引力、光速，以及我们稳定的物理现实。是的，
那么在你我看不见的滤镜另一端呢，在那个被挡下来的、充满虚数扭律的狂野几何维度里，又藏着什么样的宇宙剧情？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如果时空真的是一个活着的实体，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所谓的意识，或者是某种我们至今无法量化的现象，其实是与那个被过滤掉的虚数时空有着某种几何上的连结？我们引以为傲的现实，会不会其实只是一场被精心过滤、刻意投射出来的残影？谁知道呢？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几何学会给我们答案。这个悬念就留给你今晚好好思考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见。